今天我想聊一下对新西兰的一些印象和感受。某些人可能会对此有不同的看法，先声明，这只是个人的观点，如果不喜欢或者不认同，划走就好。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完美的，但是至少你可以在做决定之前，先了解所有的情况，而不是盲目的一头冲进去。不提新西兰经济衰退那些宏观的话题，就说说和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事儿吧。首先是气候，新西兰外号长白云之乡，听上去是不是有一种中年蓝天白云的感觉？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抱着这种心态前往新西兰，可能会受到一波暴击，尤其是当你在冬天登陆。新西兰年度平均气温，南岛10度，北岛16度，最冷的月份是7到10月。奥克兰一年里大部分时候都在刮风，冬天的雨一下就是断断续续几个月。要说蓝天白云的确是有的，但无风的大晴天实在不占多数。有一个雨天，我记录了一下当天的下雨次数，一共下了7次，从下雨转晴再下雨，这个过程反复循环。夏天也要盖被子，真丝的衣服基本用不上，因为冷。新西兰是全民免费医疗，每个人对此的感受不一，我就说说我们对此的使用体验吧。免费医疗没享受过，诊所60刀一次的门诊费是一次也没少交。蓝十字星的私人保险也买了几年了，不敢不买，因为新闻上看多了各种误诊的、排队等看病、等手术、拖成大病的消息。前2年还有个新闻，一个从爱尔兰来的医生，他在新西兰住了快20年，一直没买过私人保险，现在他也买了。相信医疗行业的人应该比普通人对此有更深的认识吧。再说一点大家都关心的东西吧，房价。新西兰的房价在前2年有过一次暴涨，当时买房的不少人现在都在卖房了。一大原因就是因为买在了山顶上，外加利率一直在涨，捉襟见肘。新西兰的房价不是贵，而是不值。老房子的材质木头居多，不但要小心 plaster， 也就是漏水房，还有保温层和石棉的问题。越是老房子，这方面的出现问题的概率越大。室内的墙壁很薄，有的甚至能一拳打个洞。由于有地震和地基沉降等等风险，比木头更保暖的砖房在新西兰不是主流，维修成本很高。地税、房子保险、边边角角的维修，到一定年限就要换的房顶、剪草坪，处处都是花钱的地方。房价有周期，移民也有周期。网上的移民文章有个问题，就是信息的滞后性。在写文章的人移民的那些年，那些路径是可行的，但过个几年环境和移民政策改变了，照着原路径复刻就有非常大的风险了。这2年新西兰是肉眼可见的越发萧条了，昆街上倒闭的店铺一家接一家，出租的招牌挂了很久，始终租不出去。我们楼下的咖啡店挂了1年了，还是没租掉。电影院里新片上映，人也不多。周六早上10点了，街上还是没有多少人。走在路上有一种莫名的凄凉感。港口边有一家店 Good George， 过去我们很喜欢去这家店，直到有一次再去，发现点单居然要抵押信用卡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吃霸王餐的人变多了。再说一下犯罪率吧。新西兰的治安好不好，看看 Reddit 上当地人的评论就知道。以前在新西兰经常看到老外们社区里讨论奥克兰堪忧的治安，比如前2年北岸公交车站杀人事件，学生在公交车上被袭击，层出不穷的入室盗窃和砸车。就在前2天，又出了一个公交车上袭击华裔学生的恶性事件。
这名16岁的学生被铁棒打掉了3颗牙，头破血流。在基督城的时候，也看到过日本姐弟被路人袭击的新闻，更别提那些没上新闻只在私下流传的事情，比如中区华人老头老太被一群人入室抢劫，连新闻也没上，报警也没用，敷衍你一下说无能为力就完事儿了。对于那些声称新西兰很安全很适合养娃的说法，新西兰究竟安不安全值得推敲。为了防止某些人抬杠，先说明一下，澳洲不安全。墨尔本一个城500多万人，约等于新西兰全国的人口数量，天天都有事件。知道一个地方不安全并且有所提防，和以为一个地方非常安全而毫无防范是2种完全不同的情况。住在奥克兰的时候，晚上我们一般不会出门，因为 CBD 一入夜就会有许多不正常的人出没，白天也有，但还没那么多。接下来说一下物价。新西兰的物价在这几年里面翻了几番，民以食为天，就说说 grocery 的开支吧，基本喜迎普涨。有款我们经常买的巴士奶，刚来的时候卖 1.3 刀，现在是 2.9 刀，这只是物价上涨的一个小小的缩影。在新西兰，菜市场基本上是没有的，如果硬要说马场什么的，菜价比超市便宜，几个人能天天一早去马场买菜呀，朋友们？许多水果在这里是见不到的，即便有，那价格也会让你怀疑是不是含了某些税。苹果、梨、香蕉这几项是常年有的，奇异果和车厘子按季节出现。最让人迷惑的是，价钱比澳洲还贵。这里不是 K 味果的原产地吗？原产地价格最低，品质最优的原则，在这里好像不适用。在疫情初期，我买到过个头非常大的 K 味果，价格也很美好，据说是出口受阻转内销的，后来恢复出口，就再也没买到过那么便宜还大个儿的 K 味果了。House 冬天的电费分分钟轻松突破每个月200刀，而且还是在不怎么用高功率电器的情况下。接下来说一些好的吧。如果你喜欢吃青口，这里可以开心的吃到饱。新鲜的活青口，超市卖5-6刀1公斤。同时奥克兰也有许多不错的餐厅，比如海港的烤鸭、花蜜的烤鸭和小羊腿、明珠园的早茶、嗨街日料店的炸鸡套餐，附近还有一家克罗地亚夫妻店的 crepes 也很棒。如果你不会开车或者不想开车，在这里约等于少了一条腿，因为公共交通很不发达，巴士覆盖的区域少，等车时间又长，时不时还来个临时取消。奥克兰地形崎岖，上坡下坡的地方很多，道路狭窄，路口又多，对步行不是特别友好。至于油价和1个月300刀的奥克兰 CBD 停车费，那又是另一回事了。每年到了暴雨季节，总会有几次洪水事件，巴士停摆，排着长队淌着洪水回家，这种事儿屡见不鲜。更惨的是房子被水淹了，还没买保险的。最近看了个传言，说以后工签不能带孩子免费上学了，也不能带另一半了，可能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吧。新西兰吃福利的人数量很多，根据2023年的统计报告，新西兰全国大约有 11.2% 的人在领福利。当时看到这份报告的数目是有点吃惊的，因为比想象的还要多。至于钱从哪里来，当然是辛勤工作的纳税人里的贡献啦。新西兰的地理位置等同于与世隔绝，飞去最近的澳洲也要3个多小时。新西兰比较大的几个城市，比如奥克兰、惠灵顿、基督城，除此之外基本都是烫的水准，而且每个地方看上去都差不多，
旅游去不了几个地方就审美疲劳了。最后说一个，新西兰一共500多万人口，有70万公民在澳洲，这是澳洲官方给出的数据，准确度应该很高。K 委已经率先用脚投票了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关注我的频道，给你分享从中国到新西兰，从新西兰到澳洲的移民生活。